老话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而今天探访的深山秘境，不但上山难，下山更难，就连导航都搜不到直达路线。几户人家安坐在半山腰，背靠连绵青山，守着整片山野。想要抵达这里，得驾车穿行陡峭的盘山路，沿路尽是惊险的 S 型急弯，且只有一车宽，对面即使来了辆自行车都无法让行。旁边就是悬崖，而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行车需要格外的小心。车辆停稳后，还要徒步往山林深处走一段泥巴路，才能走到老屋跟前。村里的泥土房虽然保存完好，但是已经人去楼空。和村里留守的爷爷和伯伯闲聊得知，从前这里热闹非凡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村落，可现在就只剩3位中老年人留守在山中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头走进这片藏在湖南群山里的隐秘山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兰。现在我终于到达山顶上了。在我们开车上来的途中啊，整条路又惊又险，而且还只有一车宽，旁边又没有护栏。要不是有树木挡住我们的视线，我们根本不敢开车上来。不过到达这山顶上真的是特别的凉爽啊。在我们对面的那个山头上，我们貌似发现了一个村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先走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山顶上，你看看，乌云密布，已经在下起雨了。但是在山头的另外一侧呢，你看阳光明媚，这就是大山里面的奇特之处。整个一路过来，刚刚安南说了，非常的惊险，而且全程都是陡坡上来。最要命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要是对面来了一辆车，压根没办法让车，幸好是走车不多，要不然真的很麻烦。到达山顶呢，就已经没有水泥路了，全程都是泥巴路，两侧都是泥巴路。好吧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对面山头看看那个古村落，现在是否有人居住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好，现在我们到达了一个山岔口，我们刚刚一路开车沿着这个泥巴路啊走了一截，路面越来越难走，因为一直下雨，这路面蹭沙的到处空空洼洼，不敢走了。而且这个天上已经下起好大的雨了，但是对面呢就是晴空万里，我们这边呢就是乌云密布，已经在下雨了。到了这个村口这位置呢，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电线杆，一直往下面走。我们先去下面看一看，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人住。正常电线杆牵口的应该是有人住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要去对面那个山头，那里是有村落的。我们先去下面看看吧。整个这个山上面呢，已经全部都是泥巴路了，只有从山脚下开上来一截呢，应该是国家和政府啊修了一条1车宽的水泥路面，解决了2座山居民的一个互通问题。但是山顶上不知道何时会铺水泥路面，就不知道了。以前这里应该都是有人住的，或者是田啊土啊在这里面。看这上面都还有桃子树，所以这里以前是肯定有人住。种桃子的地方是肯定旁边是牧场。一下子下起了好大的雨啊！刚刚在山脚下都热得不行。哇，这里看到房子了，看上去是泥土房还是红砖房啊？应该是红砖房吧。看上去这房子还挺新的。我们先看看这栋房子有没有住人吧。这里还有路面，我看，哎，下面还有好大呀，有一个池塘哎，这里不知道养了鱼没有。啊，这里好多牛粪呢，难道这上面是养牛的吗？
还飞檐翘角。哎，这个房子就与众不同哎，应该不是普通的民宅吧？哦，这好像是一个庙嘞。啊？因为前面好像有一个塔。是座庙是吧？应该是的。我是说嘛。这还有功德碑。哦，看看有人吗？哎呀，好大的雨啊！难道是一个古老的寺庙吗？啊，这是一个新修的房子。哦，这里还停的有车。佛祖庙。施工正地。啊，它这个车子是坏了，2个轮胎全部没有气了。变成啥样？不知道是坏了呢，还是故意把这个气放掉了。这是辆好的越野车嘞。放在这里可惜了。就只有一个轮胎是好的。非常可惜。这里看上去都还有人在这里生火做饭呢，你看烟囱。确实。屋檐上的雨水全部滴滴答答流下来了。第一次见大山里下雨。我们之前都没有过。什么声音啊？下雨的声音呢？这么响吗？对呀。以前这里肯定是住的有人，你看这里还有洗手间，男女洗手间。外面下好大的雨了。我以为这里是住的有人，没想到是一个寺庙。我们待会儿看看上面的简介，看是有多少年了。这上面还有一个宝塔。看到这里香火旺盛了。对面是没有房子，只是有一条路。上面雕梁画栋，而且绘画呀、诗句啊，做的古色古香。这个门檐上，这是菩萨保一方平安。这里是福家坳修路捐款纪念碑。江家托，这上面没有对这座庙的石碑的介绍，以及什么功德碑啊、文保碑，好像都没有看到。我听到了牛的叫声。好吧，既然这里有庙，肯定这里面是有一个村落住在这上面，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搬到山脚下去了。因为到这个山顶上真的不是特别难走，有车的话到这个山顶上来都是一件麻烦事，没办法让车。骑摩托车还是可以的，3轮车也还行。这个雨应该还会下个10-20分钟吧，就会停下来了。这个相机的镜头全部都是雨水了。好，你看看山脚下那里都还有电线杆。这个电线是一直从这个斜坡拉到山脚下去的。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不高？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海拔大概接近是650米，山峰实际高度是350多米左右。这个路面没办法开车了，高低不平，坑坑洼洼。我们现在就是徒步走过去吧。估计只有越野车才可以开了。这是我们去大山里面第一次遇到这种陡然之间就下起暴雨来的。不过好像雨停了一下。
啊，这里都是以前这里的村民祖先的万年基地。又下起雨了，还没来得及把伞收起来就开始下雨了。我们刚刚是乘对面的那个山头走过来的，待会我们乘那个山头又继续开车下去，因为这里没办法行车了，我们车子的底盘不是特别高，全部是泥巴路，因为它现在下了雨更加湿滑，会打滑。要是下坡的时候，危险系数太高了。以前这个地方都是种庄稼的，包括以前这个山顶上以前全部都是树，现在开发出来，应该是种经济作物，给当地村民创造经济效益。这里都还有挖机作业的痕迹。哎呦，小心啊，不要摔跤了。这个泥巴路上现在好湿滑的，下了雨以后。这里以前是施工场所。这里有一棵古树，孤零零的立在这里。不过我感觉用这种集装箱做的改造的这种临时避难所，感觉真的很温馨啊。哎，别走在那泥巴里面去了。它这里以前是做仓库，这里是施工的一个场所。现在整个这个路面都已经挖通了，所以已经废弃了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这里还有个小板凳，还有床，还有在上面避雨什么的。这个山全部都挖开了，你看，全部都是石头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一个三岔路口，到处都挖得四通八达。现在又没办法飞无人机了，因为下好大的雨，这上面又没有路标，我们只能这个时候跟着感觉走吧。希望我们的判断是对的。穿着这个雨衣又闷又热，哎呀，你看现在这个知了又叫个不停，应该是走错路了。我们应该是从那边的路走下去，刚刚这里走了好远，走错路了。应该是从这个坡度走下去，这个山谷下方，应该这个山谷下方是有人住的。我们从这里走下去看看。这里看上去应该是有人，你看，有摩托车从这里进出，应该是对的。哎呀，累死了，多走了1公里多的冤枉路，关键又是下雨，又不方便打伞，穿着雨衣，这个路太湿滑了，下了雨以后。要是一个人走到这个山里面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那是一份什么样的体验呢？还是遮一下，这雨太大了，小心啊，不要摔倒了啊！这个路好湿滑的啦，下了雨以后，走了一脚泥了，这里看到电线杆了。难道它是从下面拉上来的？对呀，爸爸猜的没错吧？这个，哎呦，还差丁点摔一跤，这个路太滑了。这个土都变成红色的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小心，不能走太快了，要不然摔到后脑勺就麻烦了。上面都还有石头。这电线杆看起来都是新拉的，感觉走这边凹凸不平的反而还要安全点。走这中间这种溜滑溜滑的感觉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这个电线杆就是旧的，这个路就只有越野车可以勉强试一下了。下雨天，
上就是追着这朵云走耶。马上就要天晴了吧？看看，应该是要天晴了。这个乌云慢慢开始散去了。等我们回来就是全程上坡路了。我们待会儿回去，就是一路陡坡走上去，现在是一路下坡走下去。因为我们车子是开到山的最顶端，这里是成片的竹林，希望这个雨不要越下越大，小心啊！这个坡好陡的，走草丛或者是走凹凸不平的路反而会好安全一些。啊，这下面看到房子了，看到了，哎，还有好几栋哎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了。看看这个村落还有人住吗？这是引的山泉水引下来的。那么这里肯定是有人住了。这是一个水塔。这个房子，看起来还蛮新。旁边是泥头房，这边是砖房，而且还是2层的。旁边全都是长着鱼腥草哎。有人在这里面做事呢，听到伐木工的声音了。这个红砖房也是加工木料的。有可能。还真是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它这个电都是从上面切下来的，这里还真的住了好人呢，在这个山里面。哎呀，大哥你好，你在这里加工木材啊？我说你是加工木材啊，在这里。我说你是加工木材啊。你一个人住这里吗？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哦，我在小伙子玩，我车子停在上面的。哦，你以为下不来了吗？啊，我以为下不来，我们就走路下来哦，在这里来玩一下哦。啊，以前这里还住了很多人吗？以前这里有，现在是没有多少人了。现在有没有3、5个人呢？那有不止，有7、8个人。有7、8个人还住这里啊？但是没有水泥路啊，全部是泥马路。那你们怎么出去啊？下面。哦，上去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下面路不好，夏天还好些。啊，夏天还是骑摩托车还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我先走一下看看。既然来了。这还有只小狗。啊，这里养了一只小狗狗，亲家师果。啊，这是泥头房。这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家庭啊。啊，现在还住在这个山里面。看看他们有没有菜园子啊，种菜呀。啊，这里种的丝瓜，我看到了，不过周边都荒得不成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小心啊，这个下雨后房子有蛇啊。这里就只有1条狗啊，那这里看家的。啊，这栋泥头房倒塌了，夯土墙做的，这个房子就更结实，比那种泥砖房搞得更结实。哟，这里都还有3轮车哦，它怎么进出的呀？这3轮车。这不是走一条路吧？你看这栋房子，也是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啊。福禄。上面一副对联写的非常好。爸爸，这是什么果子啊？啊，这是梨子啊。梨子啊？啊，这是门口栽的梨子树啊！你看那边还有桃子树啊，那里应该还有板栗树啊。这桃子结了嘞，结了桃子。啊，只有几个桃子吧？被虫子咬了。是的，因为天天下雨，今年的雨水不好，雨水太丰富了。啊，这里还有别人种的豆角啊、玉米啊、芋头。那里应该是黄金。
那里应该养了山羊。啊，这里还晒了衣服，这里都还有人住嘞，看都还晒了衣服，只是这边房子塌了。啊，这个户型还是挺大的，哪怕这边房子塌了以后，这户型都显得非常大。好，我们去这栋房子看看。这个梨子你没见过吗？全部被虫吃了。天天下雨，天天下雨，还有虫啊、鸟啊，就会把这个梨子弄吃掉。我印象里的梨子不应该是那种葫芦形状的吗？嗯。哦，这个房子也有人住吗？应该是有人住，对吧？这里还有3轮车，对不对？以前这里也是一条路，一直通过这个山打圈走到那个山脚下去，山底谷底，下面那里还有房子。现在我们这里看到了2栋房子，而且电线杆都是后面立的，但是还是人去楼空，没有人住了。以前这里肯定是很多人家，待会儿问一下那个木材师傅大哥，跟他交流一下看看，了解一下这个村落的情况。你看这里都还是那种青石板，所以以前这里是一个古村落。但是我是非常佩服的事情就是什么？这个3轮车它是如何开进来的？因为我们刚刚过来没有一条好的路，就只有一条步行道。这个车看上去还有那么新，不过好像是近半年1年应该是没人骑了。啊，这上面都还装了有天线，可以看电视的。五福临门。这个该不会是紫苏叶吧？这就是紫苏啊。野紫苏吗？嗯，这个应该是村民以前栽种的。主人不在家，我们不能动主人的东西。这个夯土墙的泥土房呢，外面也是用这个石灰啊进行了粉饰装纱，这样子的这个泥土房看起来就很漂亮。上面的瓦片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修缮，你看漏水比较严重。不过它这个超频啊，还是打了点水泥，看来这个房子应该是废弃了一段时间了。这是看电视的一个卫星锅，啊，那里也有一个。以前站在这里面的话，娱乐设施就是通过卫星锅来看电视了，交通不便啊。这个梨子结的还挺多的，啊，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是蛮大气的。修了个栅栏，当时种菜还修得挺好的，对不对？主人不在家，再繁华、修得再好的地方，只要没有人打理，都会变成杂草丛生、荒凉的地方了。那这个房子修得挺漂亮。打扰了，下面还有人住吗？那下面还有人住吗？这里下去路不好，不好走啊。你走了个塔那里下去。以前你这里是个村落啊？住的人多吗？啊？这里住的人多吗？多。住了100号人吧？现在以前也有60多个人，现在没了，现在我搬出去了，好多。就你一个人把这房子修得这么漂亮啊？这个道路是不是特别阴凉？尤其是下过雨后，就显得比较暗了。不过我有种预感，我们会被蚊子包围。是的啦，这以前就是住在农村啊、乡村里面，基本上都要走这样的道路啊，尤其是山里面的孩子啊，必经之路啊。这位大哥还修这么好的房子，修在这里面，就一个人住在这上面。我们是走了多少个小时了？哎呦，我们走了1个半小时了。那得抓紧走到山脚下，待会儿爬上去又得费好长的功夫。看起来是不是好近，对吧？那个房子近在咫尺，要是走直线下去，要是那条路面不是被杂草掩盖了，只有直线距离只有100多米左右。但是现在围着山打圈绕下去，我们要多走1公里多路，应该是。
我们现在都没看到小路走到那个房子下面，我们去那栋房子去看一看。这里应该是一条小道，可以走到下面去。我看看从哪里走过去。哦，这里可以走下去吗？等一下，阿拉，你先别过来啊。那棍子噻。等一下，我看看，是不是从这里走下去会比较好？哎，这里可以下来，阿拉，走吧，抄近路吧，要不然现在咫尺的房子，我们都要多走了1公里路了，太累了。我天，感觉好滑好湿啊，稍不注意就会滑下去。嗯，你爸爸牵着你。哦吼。好，等一下，拿个棍子，这里就是陡坡了。你扶着爸爸的背啊。嗯。你扶着爸爸背就好了。哎，太湿滑了。尤其是下过雨后，要是不下雨都还好。这里以前都是这个村民出行的一条便捷路。哎呦，啊，终于走下来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基本上走到是荒山野岭了。哎呀，我耳边全是蚊子嘤嘤声。哎呦，幸好现在没下雨了，要不然这里面真的没法走了。就只下了接近1个小时的雨，整个地方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了。这个电线杆都是进气拉的，我待会儿再回去跟那个大哥旁边那人聊一下看看。哎，我们尽可能是能够把所见到的房子啊都探寻一下。哎，这就是青石板路。我被蚊子包围了。哇，它这个房子好有特色哦！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哎，看到好像有人呢。哇，它这个房子还挺漂亮的嘞。从这里应该可以走上去吧？这都晒了有衣服，那这泥头房应该都有几十年了，上面都还有标语嘞。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哟，老人家你好。嘿，我们出来玩，带小孩子。刚刚在那个山上面跟那个大哥聊了几下。爷爷您好。你一个人住这里面吗？你出行是从这边出行还是从后面出行啊？那只能是走路啦。骑摩托车都没法走啊。哎呦，热死了！我刚刚下雨，你看穿个雨衣出来的，我车子停到山顶上的。我带小孩子来玩。这个是烟叶吧？你还是抽旱烟吗？哦，没有买那个香烟了。那个没有那么近，没有那么近。哦，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安静哦，安静的好。这个是你的主屋嘛？你一个人住这里不怕呀？不怕。还有，上面还有几个，这上面还有。是啊，我知道上面就还有2个大哥嘛。下面还有。下面还要走好远吧？哪有好远？就是一个小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，这边周边就你这一个人嘛。哇，你这个房子以前都还有标语嘞。那你这个以前属于一个大户人家吧？那你小孩呢？在外面。都去外面发财去了。什么财发现在？可以去你家里面看看不？我有
好，行，谢谢。哦，你这个也是2层房子。哇，你这家里搞得这么干净啊！哎，坐吧，哦，好，坐一下。好，谢谢，你坐进去吧。爷爷邀请你进去住啊，终于出太阳了。刚才一下子下好大的雨。今天雨特别多。是的，雨水特别多，好多蚊子哦。嗯。啊，你这房子搞得真干净呢。我帮你喝杯茶，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喝杯茶。你这里没有养鸡吗？你自己什么？养鸡养了吗？养鸡呀？啊，都养。我没有听到鸡呀，没有听到狗叫啊。养的还有那个老鹰，哦，后面养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大哥你好。带小孩子出来玩。啊。嗯。在哪里啊？在山顶上。在上面。不敢走了呀，又下雨，山顶上又是泥巴，怎么敢开呀？房子到时候那个泥巴，到时候车子打滑刹不住车就麻烦了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是。谢谢爷爷。不是。我主要就是怕打滑，如果是公路没问题，不下雨也没问题。啊，你这房子里面就是凉快。凉快凉快。对的。啊，你们这里面安静的哈，我以为你们这里怎么地都会养狗啊、养鸡呀、或者养鹅呀、养这些。养了，我家养了。就是我刚刚上来那里嘛。你跟他是兄弟还是什么？兄弟。啊，亲兄弟还是堂兄弟？亲兄弟。啊，亲兄弟啊。他是养了好多黑山羊的。啊，你养了很多黑山羊，养了。他是杨老板。啊，杨老板，那有钱呐，杨老板。没有，几十套，只有几十套。现在羊价比以前还是跌了点，要不跌的话，你真的就是一年搞1-20个 W 没点问题。放在山上是啥？让他自己回来呗。回来要稍微管理一下。哦，那你就只是养了山羊，还养了其他的不？鸡啊。啊，养了鸡。哟。哎，不用管我们，不要那么客气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这爷爷真的客气，不用，我们都是陌生人，我们是走到哪里玩到哪里。不用，你自己吃，不用管我们，爷不用管我们，谢谢。哎，你贵姓啊，大哥？姓吴，姓吴。姓吴啊，哎，这个是很少的姓。还多。很多吗？在这里面养老还是很不错。不方便。但是你只要身体好啊，你水呀、空气呀，自己再种点菜什么的，应该是都很好，很方便吧？就出行不方便吧？上面拿水泥路就好了。水泥路什么时候给你们修好呢？不知道，现在。老人家，你现在有80岁了吧？没有，还少一点。还少一点啊？啊。70多了。哎，那你身体好嘞？我一般，身体一般。那你活个100多岁没点问题，轻轻松松。不可能。是难摆这人呐。心态好就行。你这里的房应该有几十年了不？有了。50年、60年。有60多年了，62年建的。1962年，哎呦，那有50，看着啊，有64年了。60多年。大哥，你那上面的房子呢？没有。我40多年。你那房子40多年。你们这里的房子有个特色，就是每个在门檐上那个对联呐，这个是你们当地这里的一个特色，还是说每家每户是突然之间想到要用这样的一个对联来形式做的呢？有时候是因那个姓氏有关的，跟那个姓氏。这些路不好走。我们去搞习惯了，我们骑摩托车习惯了。不啊，习惯的还好。习惯了，我们可以拉几袋米。还可以拉几袋米上来。我刚刚听那个伐木的那个大哥说，你们以前这里还住了50-60个人呢。有，这里有。但是我这里看到的房子也不多啦，就只有那么几栋房啦。有啊，这边就是倒了。我们那隔壁那个东门边也是房子啊，还有下面。基本上你的房都倒了了。倒了。
那个新房子是你修的还是你兄弟修的？我修的。他为什么特意把这个房子修在这里呢？他那个房子漏水倒了。周边这里没看到什么田在哪里喽？土在哪里喽？翻了，现在翻啊，全部就是荒废了了。荒废了。那是以前田多不嘞？土多不嘞？你们小时候4-5分田。你们到这个山里一个人都还4-5分田呐？我还有土啊，那土很多啊。那个红薯啊。只能种红薯了。玉米啊，那时候。哦。 4-5分头。哦，假如说你在这个山顶上，你都没水源了，你这个头怎么搞？你这水从哪里来？靠天吃饭啊？有。在下面，在那个坡里。坡里面是有水，我知道有山泉水嘛。上面有水库，你上那里上面有个水库，咱们那一梯田那里都有10万枚，有一，啊。就是你们那个顶上有水库。就是那个庙吗？那就是。上面还有个。这个还有个。山顶上还有一个水库啊？是人工挖的还是天然形成的？人工修的。啊，就是下雨的时候把那雨水积到水库里面。哦，那你们以前住这山里面靠什么是来经济收入了？油茶人啊，我们全部是油茶人啊。我们一家人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打那个1000多的油啊，茶籽油啊，山茶油啊。现在还是以前？荒废了。啊，以前就是满山遍野都是茶林。油茶人啊。全部是油茶林。这门口这茶树。对啊，门口我看到有这个茶树啊。都是这样的，还有那个砍树啊，狗子啊。哦，那时候的经济来源还是蛮宽广了。一般。哦，他这个房子跟我们其他看的那个李子房还有点不一样哎。你是从这边上去。这里以前是属于一个厨房还是一个大厅呢？这以前就是以前厨房，你后面那个门。啊，后面是厨房。你后面。啊，我这里是厨房。那这里就属于一个厅了。大厅啊。啊，你大厅以前是从这里楼梯走上去。啊，你这个跟别人还有点不一样，有些人楼梯是这样放在这边的，或者是放这边的。还是放针尖的。啊，它是放针尖。各有的设计不同的。啊，设计有点不同。以前这上面还住了人吗？可以住人吗？可以啊。设计是。还有一层木头啊，还有这么可以吊顶呐，可以啊，什么的都可以啊。他当初的设计就应该是说，人多的时候可以住在上面。有啊，那个有房间，你上楼上可以啊。啊，这个木头还很扎实吗？应该还有一般的，已经装了栏杆了，我这小孩子都可以上去了。这两边还装了栏杆啊？我没看到有扶手的痕迹哎。这个位置是。废掉了。啊，废掉了。他不用，小孩子不会上去了。是的。啊，你这个房子格局是有点不同，上面是隔了2层板。是的，这是这样隔的。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车前草？车前草。啊，这50个吧？这个不是。对啊，这不是。车前草它的叶子是贴在地上长的。嗯。今年的桃子树基本上都不结桃子，很奇怪。是雨多了，它雨下的太多了。哦。以前这里就是这么大一个草坪吗？还是说以前这里是？这是个人家，原来。这里是一户人家呀。它是高房子。这里晒茶子，我们晒茶子，晒稻谷。哦。这个是车前草的。对，这个是叫车前子。那个腰坡有。这里也有一个。是的。这里还有，还小了。现在就是蓝天白云了。刚刚来的时候是大雨倾盆。以前你这里是属于你的邻居，还是属于你的兄弟姐妹住这里了？邻居。哦，这里还是你的邻居住这里。这好刚房子这里。啊，这一片有好几间房啊。啊，看不出来哦。看不出来。对。因为泥土房倒了以后，没有一丁点痕迹了。没有劲了。一个人住在这里面，就是要耐得住寂寞。吃惯了就好了。我都吃惯了。是的，住习惯了没一点问题。那你的菜园子呢，在哪里了？这是上面这个。哦，就这一点点菜园子。那个是苦瓜。啊，种了点苦瓜，种了点辣椒。
那个上面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黄花菜吧？那个是不是黄花菜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看上去应该像黄花菜。是的。自给自足了，自己种点菜自己吃了。这得清闲一下。啊，活动一下了，人更好了。那你的外甥喜欢住在这里不？那我过来了就去一趟出去。啊，外甥过来就住个几天。反正这里还是有网络了，有网络还是可以的了。啊，可以看电视的，玩手机还是行的了。那好啊，爷打扰你了，我们也回家了呀。那祝你身体健康啊！谢谢你的热情款待。那小孩可以吃的那个。哎，不用，这个你留着自己吃，谢谢。你不吃啊？啊，不用，你自己吃，谢谢，太客气了。不用，你自己留着。那小孩吃的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。打扰你了。好。爷爷拜拜。爷爷，我们送你包麦片吃。我们下次再来玩。好，你拿着吃啊，爷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不敢了，我们走了。我们下次来，我们没什么东西送。拜拜。留着吃。我们先走了。谢谢，留着吃吧。我们走了，留着吃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来啊。好，一个人在家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